所以你决定坚持1个月，每天都坚持下去。大胆一点，只是一根杠铃，你的身体和重力试图把你的胳膊扯下来，就像你是派对上最后一片披萨一样。你甚至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，然后你隐约记得自己看过一个视频，听说过它可以为你的身体做的所有疯狂的事情，心里想着，是的，我可以利用这种方法。或者也许您只是厌倦了中午时分，感觉自己像一袋土豆一样。不管怎样，你都在这里，现在是时候看看，当你坚持30天后会发生什么变化了。第1天，你会找到一根单杠，引体向上杆，单杠门口装置。没关系，你跳起来，瞬间就感觉自己像个神。您的脊椎会发生这样的事情，脊椎按摩师会收取150美元的费用。啪啪啪，噼啪作响，一曲舒缓的交响乐。您的背部出现裂纹，令您开始质疑现代医学。如果可以的话，你的身体会为你举办一场派对。最初的10秒，幸福；接下来的10个，地狱的候诊室。你的肩膀像除夕夜的时代广场一样亮起来。你的控制力开始比新年决心更快的失效，你的大脑开始低语，这就是人们被抬上担架的原因，对吗？到第25秒时，你的手就会像新手攀岩者一样滑动；到第30秒时，你就会像一个困惑的皮纳塔一样全力摆动，挥舞着四肢，拼命地咕哝着。你终于倒下，呼吸急促，就像你刚刚逃脱了熊的袭击一样。你盯着酒吧，颤抖着，感到谦卑，而且奇怪的是，还有点印象深刻。第2天，你醒来，感觉自己的手臂像湿透的面包一样，你的斜方肌像歌剧女主角那样激烈的尖叫，你的背阔肌仿佛刚刚向后游过浩瀚的大西洋一样，甚至你的前臂也感觉像是在努力卧推一个装满厚重煤渣砖的冰箱。这不仅仅是酸痛，更是觉醒。您不知道的肌肉现在正在给您发短信：谁伤害了你？你为什么对我们生气？但是你又回到了那个酒吧，因为你蜥蜴脑中的一些原始思想清楚的知道，这是在做一些事情，即使那件事让人感觉像是自我折磨。第3天，你几乎无法抬起手臂刷牙。当你伸手去拿咖啡杯时，你的3头肌会全面反抗。但问题是，你现在是上瘾了，而不是上瘾于疼痛。好吧，也许10%是因为疼痛，你会沉迷于疼痛的后果，沉迷于脊椎舒展的方式，就像一只在阳光下伸展身体的满足的猫一样。当你的神经系统状态处于完全安静时，这就是一种中性的感觉，就像你的脊椎在经过多年的地铁通勤后，终于获得了久违的个人空间一样。你再次悬挂30秒，然后35秒。它仍然很疼，但现在灼烧感有了明显的节奏。你那尖叫的双手和突然活过来的手术刀之间有了微妙的呼应。这种痛苦的感觉其实非常有用，就像你不只是在简单的燃烧能量，而是在积极的锻炼能量，仿佛你的身体终于记起它是为了什么而生的，而不是懒散的走向收件箱的铃。但是坚持、伸展、忍耐，第1周已经过去，你仍然活着，所以这是一场胜利。但更重要的是，你会注意到一些事情，你的握力更强，明显更强。现在你不用求助就能打开罐子，甚至不用求助你那自命不凡的阿姨发酵的腌大蒜。你一次性携带所有杂货，塑料手柄深深地扎进你的手掌，就像你在饰演一出希腊悲剧一样。门把手在你面前颤抖，你的握手，突然间人们就会对此发表评论。该死，你是从事建筑行业的吗？不，只是像愤怒的树懒一样悬挂的建筑级抓握力。而且你的姿势也不同了，你不再弯腰驼背，而是站得更高，肩膀向后，下巴抬起，就像一个做事的人，就像有人故意挂在栏杆上一样。你的同事在会议上会斜眼看着你。你长高了吗？不，你只要停止将自己折成人体折纸鹤就可以了。你的背部感觉良好，比过去几年都要好，就像有人在你 L5 椎骨深处埋了一个神秘的重置按钮，而你终于鼓起勇气按下了它。每一次悬挂都会让办公室工作的僵硬感减轻一层，你会发现自己心不在焉地转动肩膀，就像一个拳击手在热身，只是为了感受新的范围。但这不仅仅是身体上的问题，每次你抓住那根杠铃时，悬垂开始重新连接你的大脑，你知道这会很糟糕，你知道你的手掌会灼伤，你的前臂会尖叫，你的大脑会发出终止信号，还有巨大的霓虹灯，但你还是会这么做。这就是所谓的心理韧性，
日复一日，分分秒秒，你都在建立它，不是靠激励人心的海报，而是靠挥汗如雨的训练。你正在逐渐成为那种有始有终的人，即使感觉到你的肌腱正在无奈的写词直线。在进入第2周之前，我想让你知道，我刚刚创建了一份时事通讯，我将在其中分享免费的每周健身相关技巧和策略。如果您愿意加入，可以点击下面描述中的链接加入。第2周，您现在已经连续突破45秒大关，而且您的姿势更加紧实，不再挥舞手臂，不再像小山羊那样用腿踢想象中的捕食者。你仍然很专注，克服不适的呼吸，就像一个兼职 UFC 拳手的僧侣一样。你的肩膀也在慢慢发生明显变化，以前一侧肩膀的隐隐作痛已经完全消失了，伸手过头时的刺痛感也随之消失了。您现在已经进入肩部康复阶段。悬垂式拉伸会打开你的肩袖，就像锁匠打开多年不良姿势和糟糕锻炼的锁一样。它们强化了稳定器，这些微小的肌肉在你多年来将自己的身体视为 LinkedIn 个人资料，全是字体，没有深度，之后已经忘记了如何工作。它们能够有效地拉伸现代生活中的紧张点，让人们长时间懒散地滚动手机屏幕，并屈服于地心引力的无情拉扯。你不只是挂着，你正在对数十年来造成的损害进行逆向工程。第15天已经过去一半了，你感觉身体放松了不少，就像关节不再那么疼痛了，只是有点恼火。现在运动时的摩擦更小了，拿取咖啡杯时感觉更加顺畅，就像肘部抹了油一样。扭动身体抓住安全带时，不再有让人毛骨悚然的车门音效。最疯狂的是，你开始渴望那种刺激了。你会发现自己在通勤的途中随处可见酒吧、游乐场、繁茂的树枝和随机搭建的脚手架。这就像你内心深处的灵长类动物正在苏醒，捶打着胸口并大喊着：“这就是手的真正用途。”你走路时挺拔起来，呼吸时更深沉，肋骨自中学以来第一次完全扩张。当压力来袭时，你不会崩溃，而是会坚持下去。真的，今天工作不太顺利，坚持下去。堵车、挂、存在主义的恐惧等等，这就是你的新宗教。地心引力就是牧师，而你粗糙的手掌就是会众。请继续耐心听我说，因为我们将深入详细探讨这项运动如何显著改变您的身体，帮助您过上更健康、更美好的生活的具体科学效果。现在，让我们进入第3周。这就是事情变得有趣的地方。现在，您可以持续悬挂1分钟或更长时间，无需摆动。没有滑落，你的手正在逐渐适应，你的手指感觉像抓钩一样。你握住手，人们显得有些退缩。你的核心在积极参与，而你的肩胛骨保持稳定。您的灵活性显著提高，您开始积极尝试各种变化，主动进行悬挂，肩胛骨引体向上。您再次深入探索不同的运动。您不再仅仅依靠悬挂来生存，而是通过这些练习进行系统训练。然后它就击中了你。这不仅仅与握力、姿势或肩部健康有关，这是关于恢复你的框架。多年来，您一直蜷缩着身体，手里拿着手机，腿上放着笔记本电脑，脊椎处于危险之中。悬垂动作可以有效消除这种情况，它们能扭转塌陷，在你的关节、呼吸和思想中创造更多空间。让我们缩小视野，因为这不仅仅是让人感觉良好的健身民间传说，有真正的科学依据支持这一点。首先是脊柱减压，悬挂通过称为轴向减压的过程，轻轻地拉伸您的脊柱。这一过程可以被视为有效减轻椎间盘的压力，缓解下背部的紧张，并为您的神经系统创造真正的呼吸空间。如果您连续做了几个小时，那么这就像您脊椎的水疗日，是一个恢复和充电的机会。然后神经系统重置。当你悬挂时，关节中的机械感受器会向大脑发送信号。嘿，我们更安全了。这会将您的神经系统从压力模式转换为平静模式。这就是为什么当你离开酒吧时，会感觉更轻松、更踏实，而且有一种奇怪的自在感。并且不要忘记面部放松。筋膜及肌肉周围的粘性结缔组织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收紧，使您的身体变得僵硬和受限。悬垂有助于放松那些你甚至没有意识到被锁定的肌肉组织，而不会拉伸它们。结果是运动流畅，排列更整齐，紧张感消失。现在让我们来谈谈那些可能破坏魔法的陷阱。首先，避免耸肩。如果您的陷阱爬到耳朵附近，
那么您做错了。相反，将肩膀向下向后拉，收紧背阔肌，以创造空间。过度使用是另一个陷阱，不要在第一天就追求马拉松的目标，从小事开始，每次10到30秒，做3轮，然后逐步增加。一个专业提示是，如果您是初学者，您可以让脚趾接触地面或放在脚凳上，这样您就不会承受整个身体的重量。相信我，通过这种方式锻炼，你仍然会获得大部分好处。那么，如果你每天坚持1个月，会发生什么呢？让我们来分析一下。您的握力将从摇晃不定的20秒飙升至坚如磐石的2分钟，令人惊叹。你的姿势会逐渐发生变化，你会站得更加挺拔，走路时更加骄傲，最终摆脱那个令人困惑的问号人影。您的脊柱将得到减压，为椎骨提供呼吸的空间，并且您的背部将有恢复出厂设置的感觉。肩部活动性可改善交易疼痛，并带来新的发现。关节、手腕、肘部、肩部具有防弹弹性。您的核心被唤醒，学习控制静止和精神毅力。你会1分1秒，一次又一次地磨练出耐心。所有这一切无需机器，无需花招，无需会员资格，只有你和重力。关键就在这里，你会赢。如果您正在观看并想知道我是否应该尝试一下，那么您已经知道答案。找到一个酒吧并坚持下去，你不仅会改变你的姿势，还会改变你的观点。分享此视频给朋友，让他们也享受悬挂的好处。